大家好，我是卡卡，我是贝拉，我们是阿卡贝拉。我就知道你会讲俄语。他是安迪，安迪俄语。安迪最喜欢妈妈爱妈爱，这可以当花絮。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跟 N 号房相关的事情，就是我们从 N 号房去探讨如何拿掉框架，然后但是以不伤害他人的方式来做自己。好，那对于 N 号房的事件，我们并不会去多谈它的细项，但是我想先问问看你一下，你对于 N 号房有什么感想？其实我一直都知道韩国这个社会对于女性就是比较大男人主义一点嘛。对。然后因为现在应该已经好很多了，可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根深蒂固。对他们就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我是男生，所以我要很 man， 我要大男人一点，然后女生才会听我的。对。然后其实韩国不只是 N 号房事件，他们其实之前也发生过很多，就是对于女性比较不公平的一些事情啊，然后还有一些法律也其实对女性比较没保障。对，所以当初听到 N 号房这件事情的时候，蛮伤心的。对，我就会觉得说，应该说现在这个社会的国家应该要就是更民风应该要更开放一点，然后就是大家应该要更互相尊重。对，互相尊重。可是最终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很可怕？其实很难想象这种事情在发生在现代耶，因为现代都已经是这么开放的地方了，然后我很难去想象那以前可能200-300年前那种中古世纪的时候，女生是有多弱势，就是女生多弱势，或是有一些可能不像一般传统框架会认为的男生或女生的话，感觉都会很可怜。然后更很难去说同性恋在以前有多惨，因为像新加坡现在也都还在那个就是男的一些性行为还是会被处以极刑。就那个法律没有废，他们没有实行，但是没有废。对，其实觉得蛮难过的。就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国家的人都是非常自由，然后又不会受到打压的一个个体，但是不会去伤害对方。对，就自由但不会伤害对方。其实在很多地区的话，其实女生都是比较相对之下比较弱势的族群。然后像现在很多国家都还有杀女案，因为像韩国的 N 号房事件开始以后，就是大家开始去探讨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去发生，然后隐匿在那种匿名的软体之下，然后去做这些伤害别人的欺骗诈骗的，然后又跟侵犯对方有关的行为。然后大家去探讨像是土耳其啊、墨西哥啊、印度啊，然后他们都很多就是伤害女生的，就是不管是身体上的伤，或者直接杀掉对方，终结对方的生命，其实都很层出不穷。然后其实身为就是其实还蛮难过，因为这就是已经是一个弱势了，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被爆出来的。然后我们真的觉得，像我们的身份是女生，然后又是同性恋，所以我们是女同性恋，我们相对之下其实也很容易受到很多攻击。然后而且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我们已经住在比较开放的台湾了，台湾已经是亚洲地区相对比较开放的地方了。然后我们勇敢站出来，我们也是觉得，因为我们可能会被别人关注，但是关注我们也收到很多讯息，就是说因为关注我们，然后他们觉得对同性有另外一层的认识，然后本来不喜欢或是不理解，但是看了我们以后，就是他愿意去理解，然后也支持身边同性恋的朋友们，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对，然后我是觉得就说真的支持我们的人很多，可是我们受到谩骂的也很多，真的就是那些，而且通常谩骂就是不是给我们建议，而是也不是说给我们一些忠告。是真的吗？就是骂一些很难听的字，就是攻击性很强的话。对，就是大家
可能有在关注，大家都会知道很难听，然后或者看到我们前几集的影片这样子。然后我们真的已经，但是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好的卡贝果支持我们。不过因为我们支持我们的人来自很多不同地区，台湾真的相对比较幸运一点，就是又有法律的保障。可像是一些华人地区啊，或是亚洲地区等等的，就是大家其实活的就是蛮在阴影之下的。然后也很想邀请我们去他们的国家，可是又害怕我们会被攻击等等的。对，就是例如说一些不同宗教的国家这样子，所以其实还蛮难过的吧，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活得很自由，因为我们当初想要就是这样子筹备这个节目啊，然后就想记录我们生活点滴之外，干嘛？你在看我好像就想亲我？没有。好，反正就想记录我们的生活点滴之外，也想要就给大家一些力量，共享我们的喜悦。对，然后却看到就是大家好像跟我们相处很开心，但是自己却还被压抑在一层乌云之下的感觉，所以我们很希望有一天乌云是可以这样子咻咻咻咻咻这样散去的。很心疼。对啊，但其实在我看很多影片稍微去了解一下 N 号房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其实不是因为这样就去讨厌男生，就像我们之前影片就说我们其实不讨厌男生。然后我觉得全部都是个体去讨论这些事情，只是很多东西是被那种社会的规范或是期待给框架住。其实从 N 号房去讨论，虽然那些女生是弱势族群，可是也可以去讨论一下为什么就是那些男生会有一些讨厌女生的心理上的想法，或是会觉得说就是可以侵犯女生的这种想法。对，其实像很多不同社会上会去加诸男生他们很多压力，就像男生就应该是一家之主，或是男生就应该就是扛起一个家，男儿膝下有黄金啊，我不能流泪啊。对，然后不然就是男生在职场上就是要比女生强。的这种，我觉得这种的传统思想真的会影响到太多男生了啦。其实我觉得会被压抑住。对，就像他们长辈会可以直接去在职场上去骂晚辈。然后可能男生就被骂，然后骂了以后他们又不能顶嘴，然后回去就把愤怒发泄在女生身上。对，然后女生可能又会有一些，这不是全部啦，可是女生可能会说你男生就是要在职场上撑起一片天，然后男生就会觉得那你女生就应该要在家里好好的持家什么的，所以就会觉得那你女生在家这么爽，你又不用在外面被骂，那你回来就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女生就会觉得男生应该怎样，男生觉得女生应该怎么样，就太多应该的。最后就变成是大家互相仇视，但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恶循环。然后更遑论去说我们是女同性恋，然后还有男同性恋，在很多地方也就是那个观感给他们的压力其实会更强烈。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很多不是说性别上的问题或性取向的问题，而是我觉得要拿掉很多社会上的框架，还有一些传统的思想。对，就是拿到框架，然后我觉得应该大家去不要对个人有太多期待，而是说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像是我就期待我自己可以变成怎么样是我想要的人啊。然后我老婆也有啊。对，就是不希望大家都是以性别然后来期待说这个人应该做什么事情。就像可能有些人的家庭就会说女生干嘛要读那么多书，你就长大去嫁一个这是我舅妈跟我讲的。她就说舅妈躺枪，她说你不用读那么多书啦，你以后长大就找个好男生嫁就好了。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什么很传统的思想，为什么女生不能多读一点书，然后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努力，然后而是要就是说我一定要找一个男生嫁了，然后那样依偎在他旁边，然后都要靠着他。可是你不是很喜欢依偎在我身上？那不一样啊。
我又不是说我所有的生活，或是我需要的所有开销，或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我都是依偎你。对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很不 OK。可是我也是可以给你依偎的哦。好啦，其实我家人之前也有说我不用去练习开车，因为像我18岁就去考驾照了，然后我家人就说你不用去找别人开车，你叫别人男生帮你开就好啦。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超反感的，我超反感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要去命令男生帮我开车？我干嘛去让男生当我的工具人？好丑哦！然后我也觉得，但我也想自己开车，我想要有自主权。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 OK 的框架跟期待，还要把压力加注在某一种性别上。对啊，因为我觉得灵魂才是重要的身体的确是一个，就我讲过很多次，就是身体就是一个容器，重点是灵魂。虽然容器漂不漂亮也是一个卖点这样子。对，好，讲偏了啦。其实我觉得重点是你回归到自己身上，你对自己有什么期许，然后要怎么样让自己加分，去做自己。我觉得做自己是非常的好，可是我们也可以去学习很多欧美地区，就是虽然做自己，但是他是不会去伤害别人的，不管是言语啊，还是肢体啊，或是言论等等的，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给建议，但是不要去攻击别人，因为你也不会希望自己去被攻击吧。就是互相尊重啊。对，我觉得互相尊重。我觉得你在现实中不可以做到攻击别人这件事情，那一样在网络上也是不可以做到攻击别人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知道网络这个东西很方便，可以让大家就是匿名去做了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你也找不到我，不知道我是谁。对，可能感情事情上你有一些疑问，你可能就匿名，然后贴上去问大家，大家可以帮你解决一些你自己的疑问。但他一开始的用途不是用来就是说我要匿名，然后我要用匿名的方式然后去骂一个人。像其实有很多公众人物，就是很常有新闻看到公众人物得什么忧郁症啊或者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可怜。因为匿名的人这么多，然后谩骂的人这么多，但因为只是他们是公众人物，所以他们变成被摊在阳光下。对，就是被摊在阳光下，然后变成那个被攻击的众矢之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怜。就是我觉得网络上算是一种照妖镜吧。对，就是人家喝醉，有很多人会说你的人品好不好，就是看你喝醉以后会做什么事。对，网络上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这是一个照妖镜。你现实中不会做的事情，那种攻击性的言行，网络上其实也不应该做。真的，对，你自己想要去疯，想要干嘛，我觉得都可以，但你不要去伤害、攻击别人，这样啊。可是不喜欢你的人不要去看就好，我觉得不用过度去攻击，可以给建议不要去攻击。对啊，我觉得世界上就是应该去不管任何性倾向，或是种族，或是阶级，都应该要互相尊重啊，或是更理解。因为你也不希望自己被跟你不同的人攻击，然后莫名其妙觉得问号，满头问号。对啊，就像有时候我滑 YouTube 留言，然后就会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留言，然后就觉得干嘛这样骂你？对啊，我伤害到你了吗？有一些是真的骂得很难听啊。对啊，就我会觉得说 ，OK， 我今天好，我们就是同性恋，我今天跟我老婆拍了这部影片。然后我们就是想记录我们自己的情侣生活，然后也是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看到的事情或是领悟到的事情，然后给大家。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在意说两个女生应该怎么做床事，或是两个女生没有那种东西，你们要怎么做，用什么东西，很重要吗？反正就是条状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对啊，很重要吗？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只是为了那一档事，当然不可能是这样子啊。那这样他们就摆错重点啊，抓错重点，所以他们考试0分。那这样去养殖场就好啦。干嘛还要找另一半？扛当，三峰，没事的。亲个。结论就是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尊重各个种族或是各个性别的人。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个情况下，大家都可以人人平等。
对，然后最近疫情还是非常严重，所以大家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不要再出门了，拜托，出门还是要戴口罩。OK， 拜拜，拜拜。